Hello， 这里是校园 Zero。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讲解一下 CD 里的动态图形，我们之前也用过啊，这个里面的和它的域的功能。那么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可爱的小地鼠啊，我们拿这些小地鼠干嘛呢？我们看到我们有3种不同的地鼠，我们首先呢把它们克隆一下，我们选择克隆工具，把3个地鼠呢丢到克隆工具下方，瞬间就变成一个奇怪的样子了啊，不用担心啊，我们可以简单的位一下这些距离。然后呢，我们克隆一大堆的地鼠，800。我们之前知道，如果我们使用效果器可以操控里面的内容，对吧？比如说我点 More Graph 使用简易效果器，那么可以使用简易效果器里面的位移、缩放、旋转都可以。但是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是控制着它的整体。我无法有个范围的控制，那这节课的重点主要是在于这个范围。那么我们找到这个效果器，它有个 for loop 衰减这个区域啊，在老版本里面是直接使用一些图形来控制它的范围的，而这里呢，它把它改编成了叫 field， 叫域。那怎么用呢？那下面有一个叫 linear field， 它默认的是使用的线性域，我们按住不动。它有很多不同的范围，有个方形的，有这个胶囊形态的，还有圆锥形态的。我们这里直接使用它默认的线性的，点一下。当你使用线性域以后，你会发现咱们的这个地鼠好像有一边就被中毒了一样的，上了颜色。这颜色是告诉你，哪些地鼠被影响到了，哪些地鼠没有被影响。那么这是这个域，看到绿色的地鼠被影响的话，它就按照我们的效果往上推了100，我们还可以推高一点，它更明显，再推高一点。如果没有域的功能，所有的都会被推高这么多，但是有了这个域的功能，那就是有个范围性质的。像这个线性的域的话，那就是右边的就会跟着推高，左边的就还是不动。这样推动的话，就能控制你的范围了啊。当然，你还可以把这个域的范围拉大。这里有个小的提示窗口让你看到啊，这样它就可以岂不是可以做个动画了？对吧？当然，域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区域，你点一下 Plan， 找到这个 for loop， 你把原来这一个删除掉，我们新建一个比如说新建一个方形的 box， 方形的更容易理解了。我们把这个新建的这个 box 把它放大，也就是说，在这个方形内部的就会受到咱们这个效果器的影响。我们效果器效果呢就是往上平移，对吧？那么对吧？这样还是蛮有意思的。域的种类特别多大家可以自行的研究一下。但是这里有个东西要大家注意一下，这里大家注意的呢是，当你每次新建的一个域，你的域都会以一个紫色的文件在这个效果器的子集里面出现。有朋友会觉得，那是不是每次这个域要放到子集才能起作用？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把这个 box field 和 linear field 把它挪出来，那我挪到 box field，它照样有效果有效果没效果的判断来自于你是否把你的这个域的范围丢到了你对应的效果器的衰减的这个里面。比如说我把这个 box 这个删掉，没有效果，对吧？但是我把这个线性域拖进来，那就会有线性域的这个效果了为什么这个东西要作为子集呢？比如说我拖动这一个简易效果器是没效果的，因为我必须要拖动域它才会有效果。所以为了大家方便，所以 CD 呢自动把这个东西归为子集了。你只要拖动这个总物体，你的所有的域呢都会跟着一起移动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子集的原因为了方便大家管理，也放到子集，这样能识别你的这个域是属于哪一个效果器的所以这个再次提醒，域要起效果一定要放到衰减的这个里面来。比如说我把 box field 再放到里面来，那么就有2个域了2个域来控制我们的物体。好，然后呢，域与域之间其实是可以像 PS 图层互相叠加的现在它的这个叠加模式是普通，比如说我把这个模式改成最大值，把这个模式也改成最大值，那就是2个都会叠加在一起看到我的 box 叠到上面来了线性也在这里，所以就会2个域。所以域的控制还是非常的多变的。好，我们这里再点击一下我们的效果器，找到 for loop，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域，可以看到它下面都有一个图形来视觉化告诉你这个域的范围是怎么影响物体的。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域的范围是从左到右，影响越来越强，这个面积越大，也就是说明它影响越大。我们关闭一下这一个方形域，我们看一下这个线形，那是不是这样？影响越来越大，对吧？我们看一下方形域打开方形域，那方形域它影响呢，它是这样子的。中间影响大，左右两边慢慢渐变，影响到没有。看到，它就是中间这一块影响大，中间影响大，然后两边慢慢渐变没有，形成一个塔形，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就能视觉化的方式了解到我使用的这个域它影响的范围会是什么样的形态了。好，我们把刚才那个方形域给删掉，只保留线性域。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如果使用这个域之间的像 PS 叠加能做出什么有趣的效果出来。首先，比如说我的这个域的范围，它是一个这样子线性的这样子出现。假设我想让它这样子，中间它有些地数它是没怎么出来，有些地方是出来的，有些地方没怎么出来，有些地方是出来的，就让它稍微错位一点，这样子出现，不让它这么整齐的出现，因为整齐的太呆了，没那么有机感。那这个怎么操作呢？我们首先把这个线性域给关闭掉，我们这里新建一个域叫随机域。当使用随机域以后，发现这个效果跟我们随机效果器差不多。我们打开随机域的影响的颜色范围，点一下这里，你看到这个随机域它其实随机了分布的这些颜色，不同颜色强度呢代表它随机的这个数值，看到它就分布都不一样了。那么它这个随机是以什么为依据分布的呢？我们找到这个随机域random field， 找到它的域，可以看到它是以分形噪波的方式noise 来分布的。大家知道分形噪波它是黑白一个比较随机的一个图形，它以其他的分布方式，比如说就以随机的方式分布这种方式呢可能就你无法操控一些值了，你就只能碰运气。如果你用分形噪波的方式分布呢 noise， 你可以操控分形噪波这个范围，你看到可以操控分形的大小，比如说1000它影响没那么大，小老鼠就比较整齐了。如果你改的很小的话，小老鼠就会很碎可以控制它的范围还可以控制分形噪波的这一个强度，但是我们看不到分形噪波它的样子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分形噪波的话，它的可调性更多一点好，我们知道了它是用分形噪波的这一个黑白强度来控制对应的效果器的数值的。那么我们这里还是回到效果器，我们把线性效果器打开，发现两个效果器这样就叠加在一起了但是我想要的效果是我这个线性效果器推过来呀，它是有机的上下错乱的过来，而不是两个这样子叠在一起。所以叠加的方式应该是，大家听好了，叠加方式应该是随机效果器只影响到线性效果器被影响的区域，就是这块区域有颜色的区域，而这些上面这块没被影响区域呢，我是不想被影响的那么这里我们就把随机效果器的叠加模式从 max 改成 overlay 正偏叠底。当你改了以后，你的随机效果器只会影响到线性效果器影响到的区域，也可以看到只影响到线性效果器影响的区域了，没被影响的呢，两个都不会被影响了。那我们再拖动整体的效果器，看到整体呢就是这种比较有机的起来了，而不是像线性效果器它是一排一排的这样子起来。所以这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你使用的随机效果器，你在移动它的时候因为你每移动一下随机效果器它的这一个分形噪波的位置也会跟着移动，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把分形噪波的这个模式从 field 改成全球，这样的话你移动你的这一个分形噪波的话，它就不会改变分形噪波了这样再移动的话，那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了。可以看到通过这样子叠加产生一些有趣的效果。那么大家不理解没有关系，其实这节课只是让大家知道咱们是有域这个概念，域能影响效果器的范围，然后这个效果器呢可以通过这个面板进行叠加，还能像 PS 一样有不同的叠加模式就可以了。我们的下一节课呢会着重做一个小案例，让大家更加熟悉咱们的域的操作。
好的，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一课的重点。这一课的主要是了解了一下域这个功能，没有做实际的案例。那么域呢还有不同的模式，我们最常用的是这个线性的模式，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以方形的方式或者以胶囊形态不同的区域来限定你的域的范围。第二个呢，一个域的注意事项，域你新建出来以后，一定要放到你的效果器的衰减内部，它才会起效果。你域创建完以后呢，它会是显示到子集，大家不要认为是放到子集才有效果，你把它拿出来也是有效果的，只要你放到了它的衰减里面的这个区里面都会有效果。它把它作为子集只是方便你可以点击效果器拖动它，你的域也跟着移动了。我们还介绍了域的叠加模式，那么域它可以像 PS 图层一样的进行叠加，有常见的这些叠加模式。大家对叠加模式不了解的话没有关系，因为域的叠加模式不像图片叠加那么直观，它不会显示图片给你，所以这个方式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好。Hello， 这里是小zero。那么这一课呢，我们来做一个打地鼠的案例。我们还是打开这一个地鼠工程3个小地鼠，同时呢你打开一下机器这个工程，所以你 CD 里面已经打开了2个工程，一个是这个机器的，我们已经做好的，还有一个地鼠工程。那接下来呢，我就需要把这个地鼠工程呢复制到咱们那个机器里面，先把这个场景把它做出来。我首先选中这3个地鼠，按照 Ctrl+C 复制，然后键盘上的 V 键调出你刚才打开的机器工程进去，再按 Ctrl+V 粘贴。然后呢，我们用克隆工具点击一下，把3个小地鼠呢丢入克隆下方，按中键到顶视图，看一下，我们用克隆的这一个调整它的目标的分布，把它的这个大小分布一下，差不多对的差不多样子的时候，再按中键回到这里，往下挪一下，这些步骤都是蛮简单的。然后你可以稍微再微调一下这个距离，差不多。然后呢，我们旋转工具整体的把这个小地鼠们旋转一下，把它们插入到这个机子里面。然后现在有个问题这个地鼠都是斜着的，我们打地鼠这个地鼠应该是竖着的，那么这个怎么修改呢？朋友可能觉得，那我直接旋转，那不对，整体就转了。我们想要一个一个的转，那我们找到克隆工具，克隆工具有一个 transform， 也是它的位移数值，点一下，你们可以调整单个物体的旋转，然后我们旋转它，旋转，旋转个负13度，发现每一个都什么变正了。然后呢，我们再简单位一下我们的小地鼠，但是这要注意了，我们现在小地鼠的这个坐标呀，它是物体坐标，也就是说它是斜着的，所以我们要改成世界坐标轴，这样的话它就是正着，我们就可以就正着移了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都是些细微操作，因为初学者们的话，他可能有时候就搞错了，就忘记这个事儿了，所以这给大家提醒一下。改好以后你可以把世界坐标轴取消掉，把它回来。我们地鼠这个工程呢，现在这样是设置好了。然后呢，现在把这个克隆的模式点 Object， 把 Iterate 迭代改成随机，这样的话你的地鼠就是出现的就是随机的位置，你还可以改这个种子，看到这个样子，找一下随机这个样子，差不多。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锤了把它们锤下去。那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怎么让这个地鼠随机的上下移动？因为我们知道打地鼠机这个地鼠是随机的上下移动的，然后它在上面的时候，你用锤子把它锤下去，对吧？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地鼠向上下随机移动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锤子把它挪开，或者把它隐藏，再点住 Alt 键，再点 Alt 键有朋友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随机效果器能做出刚刚的效果？那我们试一下。我们找到 MoGraph， 然后点击随机效果器。把随机效果器一定要丢到这个effector 里面。那么随机效果器呢，可以看到它就随机移动了。我们只要上下随机，所以把 x 0 z 也变成0，只要上下。那现在有问题了，那我怎么把它变成动态的呢？在随机效果器里面有一个 effector 呢，它可以改随机的模式，把它改成飞行造波的模式。播放一下，它就会这样子动了，看上去呆呆对吧？你可以把数值调高。是有蛮呆，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它的这个随机效果器它是从0到350之间的所有数值都会过渡，也就是说它是上下这样子有个这样子的明显过渡的运动，而刚才的地鼠机它是瞬间冲出来，就是0到350这2个值互相跳，冲的特别快，没有中间这个过渡，所以随机效果器呢做不出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办法来做。好，我们这里先把随机效果器删了，我们还是使用最简单的简易效果器。我们点一下克隆，然后再找到效果器，简易效果器 Plan 啊，把加载到克隆里面。这里再提醒你，加效果器一定要加在这个生成器的 effectors 里面才有效果。那么这个简易效果器呢，大家知道可以使用域啊，所有效果器都能使用域。那么它里面有个随机域，点开。那随机域呢，我们找到随机域，找到这个域的功能，可以看到这个随机域其实跟那个随机效果器是一样的，它也是使用的风音噪波来控制这一个上下波动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风音噪波怎么控制的？风音噪波呢本身是一个只有黑和白这两个属性的图片，那么这个明亮的程度就是影响这个数值的强度。你可以认为越黑就越不受简易效果器数值的影响，而越白呢就越受简易效果器数值的影响。所以不同的这个数值分布呢，就导致这个随机的这个状况。那么我们这里找到这个随机的域，你看到它的种类也是 noise， 才这么多不同的风音噪波。我们不管它，我们可以把这个动画速度调快一点，比如说调成1000。我们再播放一下，是吧？就类似一样的效果了啊。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简易效果器的数值调整一下就好了啊，可以调成一样的-350。是吧？就类似一样的效果了。但是随机效果器还是一样的，无法控制我只要0到350这两个数值来回跳，而中间的过渡我不需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控制它的风行噪波，比如说把它风行噪波的对比度把它拉大，把中间这个灰度过渡把它消除掉，只留下黑和白。那么黑的话就是原始状态，白的话就是-350的状态。那么你这样子再播放风行噪波动画的话，那么它就会形成这种来回跳的感觉了。那么我们这里就不能使用这个域了，因为这个域它是无法控制风行噪波的这个黑白强度的，它只能控制风行噪波的大小、风行噪波的速度和风行噪波的种类。那么把这个域删掉，我们找到 Plan， 我们加什么域呢？它有一个域叫 Shader Field 着色域。那么这个着色域它的有一些地方说，它可以点进去以后，它这里有个 shader 可以让你载入不同的图片来影响它。那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载入风行噪波 noise。用风行噪波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点开，那就跟 CD 的风行噪波操控一模一样，就可以操控风行噪波的对比度什么的。如果我们就是默认这个风行噪波，然后给一个风行噪波的速度，播放起来发现没有任何动画，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这样子播放动画的话，它是属于贴图来产生的动画。因为我们是在这个着色效果器里其实加载了一个贴图，这个贴图是 CD 默认的风行噪波，所以当你这种情况的话，你要点击你的域，然后找到这个刷新功能，把刷新功能的这一个每帧刷新的勾打上然后再播放，就动画了动画有点太猛，我们还是点击风行噪波，风行噪波速度调慢一点，说只有1，这样才就是来回弹了，对吧？跟那个随机效果器效果一模一样，因为我们这相当于我们自己造了一个随机效果器，用风行噪波。那么这里我们只要它0到-350来回跳的话，我们只要把这个对比度调成100，看到就只有0和350、-350这两个值了。因为你对比度调成100%的话，你中间灰色过渡就没了，只有白和黑这两个值。然后你可以随意使用任何一种风行噪波都可以使用这个效果。我们这里就用它默认就好，把这个对比度调高就会有这种效果。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了，这个有点太硬了，我想让它中间这个有一点点弹出来的这种过渡怎么办呢？那这里我介绍一个咱们动态图形的一神器了那这个神器是什么呢？我们找到克隆，我们点击 MoGraph 里面有个效果器叫 Delay 延迟效果器。那么延迟效果器呢，它能使你的两个固定的值中间产生一个非常自然的过渡动画。而这个过渡动画呢，不是通过任何风行噪波什么来控制的，而是通过这个效果器来控制。我们加载到这个克隆里面加到这克隆下面，我们播放一下，是不是就有这个很快的这个弹跳的过渡动画了？非常的神奇。而且这个 delay 效果器、延迟效果器你找到它的这个 effect 的参数，它的模式是 blend 就是说，我 A、B 两个值，我是 A 过渡到 B， 这就完事了。那中间有点加速，而且它有其他模式叫 even， 那是平均的，那就是完全线性的，就是完全线性的，就没有那个加速减速的感觉。所以一般它默认用的是 blend， 就会有这个加速减速的感觉。
它还有一个呢叫 Spring 呢其实是弹簧的意思，你用的话，它在最末尾会加一个缓动的动画，这样的可以弹。我觉得用 Spring 这个模式会有意思一点，弹来弹去的会比较酷。那么呢，我们这个地鼠随机移动的就已经做好了，我们可以简单的操控这个速度，点这个 Shader Field， 我们看到它复印噪波呢是吧，就只有黑白两个数值了，就中间那个灰度过渡就没有了，所以它才会0和350之间互相调。可以调这个速度 Animate Speed， 比如说100，就会弹特别快，是吧？所以我们这里 0.5 就可以了，感觉就只要它简单的这样弹下就好了。而且你还可以改一下这个 Seed， 弹的方式又会不一样。那么这个弹跳功能就已做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锤子给显示出来，我们开始砸了。我们按住 Alt 键点下这里，把我们的小锤锤搞出来。那么现在想实现的功能就是说，这个锤子这个范围经过的区域，这个地鼠就一定要下去，就不能再弹出来了。那么我们这里呢又要用一个域来跟着这个锤子一起移动就好了。我们这先别让它弹了，有点猛。那么首先呢，我们在这个 Plan 这里找它的衰减，我们这里再新建一个方形的域。那么把这个方形域拖出来，拖到我们小锤锤这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方形域全部归0，这样的话就能瞬间归位到小锤锤的位置。我们把这个域的范围呢设置的跟这个锤子范围差不多大。当然这个你要设置长一点，一定要你看它可以影响到你的这个东西才行，设置的稍微大一点，当然是不要过于宽，不然一个锤子可以砸2个是吧？所以你这个稍微宽一点。那么我这么移动我的锤子呢，我这个域也会跟着移动了。那么接下来就要做的是，我这个锤子移动到哪里，就产生我们的这个效果器的效果。我们效果器呢是向下移动-350度。我们找到我们的效果器的域。现在效果器的方式呢是最大值，其实就已经是可以了。最大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2个数值里面，他们会取最大的。那么现在最大值的话就是-350。所以现在我锤子只要挪到哪里，哪个数值就会变成-350，因为我锤子没有什么复印噪波，什么都没有，它就是用一个普通的这一个方形的域来控制范围的没有这个复印噪波来控制所以我现在只要移动哪里，它就会垂下去。比如说我播放一下，你看我这一个它就已经不出来了这个已经弹不起来了。只要我移到哪里，它也会到下面来。现在我们可以要进行一个微调，就是它往下挪的还不够，它不是完全挪到350度，这是因为我们锤子的它有一个衰减的范围。你看旁边有这2个范围，我们把这两个范围可以把它搞掉，点下这个 Remapping， 把这个 Inner Offset 把它改大也就是说锤子移动的地方它就瞬间下去，不会有这个过渡。我们再播放一下，这个就应该起不来了我们只要挪动锤子，它这个地鼠就一定会被挪下去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先在 CD 上玩打地鼠了。现在，弹下去，打下去，打，有点难这个打。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给大家录一段动画，把这个打地鼠的动画把它做出来。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课的重点。这课呢使用了一个新的域，叫着色域。那么着色域呢是 CD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域，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着色这个概念呢不仅应用于域，它也应用于着色效果器，都是一样的。那么着色呢，其实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上一个贴图，用贴图去控制你的权重。贴图的强弱就代表你的物体受你的效果器影响的强弱大小。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用一个分性噪波来控制了我们这一个小地鼠所受效果器的程度。比如说越暗的地方，可以看到它就受效果器的就越明显，越白的地方它就越不受效果器的影响。我们换一个分性噪波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概念大家要知道，不仅呢它应用于咱们的效果器里面，其实在材质里面也会用得到，在很多地方都会用得到。所以大家呢熟记这个概念着色。然后呢，我们这里还使用了分性噪波。分性噪波在之前也讲过，我这里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分性噪波呢，这个面板它可以这里 noise 可以调整分性噪波的种类，有很多种不同的分性噪波。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种？
因为不同的种类呢，分别对应不同的情况，也对应不同的纹理啊。那么这里呢 ，animation speed 可以调整复印照波的这个变化速度啊，这个 contrast 啊可以调整复印照波的对比度，对比度越高的话，它灰色过渡区就越少，就越会呈现黑和白。然后呢，当你使用 shader 域的时候，这个贴图有动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是 refresh 的这个 frame 的勾打上啊。所以这个不仅仅针对是复印照波，因为复印照波本身产生了动画，如果你贴任何一个具有动态的贴图的话，这个勾都有打上，不然你播放的时候就是没有动画的。我们这里呢还了解到了不同的域之间它是有不同叠加模式，这个叠加模式如何用 PS 的同学呢可能就知道，它和 PS 里面是一模一样的。其实这个我们的域啊，我们能看到这些范围，其实它的范围影响程度其实就是一些数据而已啊。比如说100%，它可能就是在咱们域的这个中间，是吧？就影响了100%。0%，那就是域的最周围。其实这个域的渐变过程呢，就是一个数据的衰减过程。它这个相加、就最大值啊，什么相减啊，什么相乘，其实就是这些数据的这些数学运算。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么死记硬背这些东西，我们只要了解到，最大值其实就是取咱们这些域里面啊最大的那个数值，也就是说这个域里面影响最大的那个部分。然后呢，相减就是相减，主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相乘和叠加。相乘的话，你可以认为我把两个域相乘的话，那么它的域的效果就会越少，因为相乘的结果会变得越少。比如说50%乘以50%，那25%了，是吧？它就影响的越少了。那么叠加呢，这个算法比较复杂，大家可以认为你想要两个域之间比较融合的话，你就用叠加。像上节课我们用随机域和线性域两个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比较有机的这个过渡，是吧？所以用叠加模式把两个数据相融合。那么还有相加和屏幕，其实用这两个的话，就会使你的域的这个强度会变高啊。那么大家的话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使用这些不同的叠加模式，看一下都会出什么效果。最后呢，我们还使用了 delay 效果器，也就是延迟效果器，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效果器。比如动画是没有补件动画的，它是这种弹跳式的 delay 效果器一加的话，就会帮你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的过渡啊。当然这个 delay 效果器它还可以增加一些反弹什么的，大家可以去多多使用它，把你的动画增加一些活力。好的，那么这一课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打基础动画。那首先呢，把之前我们做好的一点文件另存为一份。再找到我们的这个基础课，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叫地鼠。然后我们这里叫打地鼠01。那我们在做动画之前呢，是给大家了解一下 CAD 的一些动画模块。我们首先刚才已经知道了，这一款呢其实是咱们的动画的帧啊，这个是代表时间。我们看播放键呢，就能播放这个帧，那么它是从第0帧播放到你设定的这个帧。那么按这个键呢，上面叫 Go to Start， 它会瞬间归到第0帧。最右边这个帧呢，不用猜也知道，那瞬间归到最后一帧喽。还有其他的这些小按键，大家可以自己去按照尝试一下。介绍大家两个快捷键，比如说我想让这个帧左右有移动，你可以直接鼠标拖动，一看键盘上的 G 键，它就能向后挪一帧。F 键它就能向前挪一帧，所以这样的话是非常精准的，可以用快捷键的方式来查看你的前后帧。当你在做动画之前，一定要按住 Ctrl+D， 要设定一下你的整个动画的 FPS。那 FPS 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 FPS 呢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比如反恐不是这个 FPS 呢不是 First Person Shooter， 而是每秒传输的帧数 frames per second。那么顾名思义就是说每秒的帧数它越多，也就是说图片数量越多，那么你整个动画呀视频就越流畅。在我们常见的应用里面像电影它是1秒钟有24张图片像不同的电视呢有1秒钟25张图片闪过的，还有1秒钟30张图片闪过的，当然还有那种60帧的那种电视机1秒钟有60张图片，就非常的流畅。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只要设置一个25帧就差不多了，因为在互联网传播的这些视频大部分都是25帧的。好，那么回到 CAD， 我们把这个 FPS 呢从30改成25，当然你用30也是 OK 的，只是你每秒会多渲5张图，本质上看不太出多大的区别。
所以为了节约资源呢，我就设置成25了。当你这里设成25以后，你需要在你的这个设置里面找到 output， 把这个 frame rate 也给删除这两个数据要匹配才行我们也看到它这个数值呢就根据换算把它换算出一个74了，本来是89。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把这个时间轴把它拉大一点。现在呢它是一个74帧，我们双击这里把这个帧改成125。当改成125以后，你整个时间轴就变成125的长度了。然后呢，可以看到这里缩小，你拖动这里的话，你就可以挪动你的这个时间轴。但是一般来说，喜欢点这里，按住不动，把它拖，把它这样拉长成125帧。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一个125帧的这一个时间轴了。好，我再演示一遍，比如这里改成300帧，然后把这里拖，这就变成300帧了。好，不用这么多，150吧。好，150帧设置好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个简单的锤子位移的动画。我们想的就是，地鼠在什么地方，锤子就挪过去；地鼠在什么地方，锤子就挪过去。这样子，这样子移动假设我们想我们的锤子这样运动的话，首先把我们的时间轴归零。我们可以看到，我地鼠这里弹出来了，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挪到这里来。那么我们首先找到我们的锤子，我们看到锤子往这边挪是哪些数值在改变？发现是 x 这个数值改变，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个 x 这个轴这里记录关键帧。那么在初始位置第0帧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灰色的点，你点击一下就记录了一次关键帧。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挪动个20帧，把它挪到这里去。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红色就变成空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关键帧的数据改变了，你是否要再次记录关键帧？再点一下，那么呢，它中间就形成了一个这样子不见动画，确实这样子移过去了。所以在做动画的关键点就是说，一开始要记录好你的关键帧是在哪里。一开始是第0帧在这里，第20帧是在这里来了。我们简单的再把这个往下挪一下要这样子接触到我们的小基础才行，或者呢，你把咱们的范围小锤里面的这个 box 的范围把它再拉大一点。如果你这个范围不接触到你的小基础的话，它是不会下去的。这样的话，我们再播放一遍。可以看到这个范围接触到小基础了，那么这个基础就受这个box field 的影响就弹下去了。一个简单的这样子动画就完成了。那么我们该如何查看我们的动画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点击小锤这个动画刚才记录的，它就以这个白色的小片面在这里形成了，就告诉你这里有关键帧，这里还有关键帧，中间就形成一个不见动画。你还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加 F3 把动画窗格调出来，这里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你的动画，而且还可以这样拖动把你动画这个时间轴把它改变。而且或者你可以点 Window， 然后找到 Timeline Dope Sheet， 也可以调开这个。这个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看到 Summary， 它这里也有呢2个关键帧。这个关键帧不代表它是在这上面的关键帧，而是说这个整体下面哪里有个关键帧，所以上面这个 summary 你可以不需要管。然后把小锤再展开，看到它是位置记录关键帧，位置可以再展开，发现是位置的 x 记录关键帧，所以这上面的东西都是层级关系的。层级关系只是告诉你这个里面有没有关键帧而已，而实在的关键帧呢是在这个 x 这个地方所以你这样就可以移动我们的关键帧，还可以缩放。如果你把关键帧缩放的话，那么它就速度变得特别快，对吧？因为相同的距离时间变短了，那它的速度就变快了。而且你也可以把关键帧的时间调一下，你全部选中，拖动这个东西，那么它就会在第10帧才出来，第10帧才过来。所以用这个 Dope Sheet 能方便的调整你的关键帧的，能方便调整你的关键帧的位置和时间。我们还是改回来，改成第20。而且呢，当你中途还有多了一个关键帧的时候，按住 Ctrl 点一下就是新加一个，你可以选中所有的，按住 Alt 键，看到主要右边变一个田字格了。这样拖动的话，还可以同时放大你的这个时间轴，还是蛮方便的。把它删掉。而且这个大家提醒一下，你所有 CD 默认形成的关键帧中间的这个运动都带入缓入缓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锤子挪这里来，发现它自己会有点减速。那这个缓出怎么看呢？就提到 CD 的这个动画曲线了。你可以点一下这个 F Curve Mode， 就调出动画曲线，发现什么都没有，你必须要选中你的这个X 才会有。发现你这个曲线也看不见，在这里再按 H 键，
现在它能把你的曲线或者你的动画完整的显示在你的动画窗格里。那么这个曲线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缓入缓出，它不是一条直线。如果直线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匀速的过程。那么它缓入缓出的话，就会给你一个加速减速。你可以选中2个关键帧，它这里有不同的模式。第一个就是线性的，你点一下就没有缓入缓出，就条直线。你看到动画就很钝，对吧？这样很钝的就过来了。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动画播放的快捷键呢是 F8。当你按了一次 F8 以后，再按键盘上的空格键就能操控刚才你按过的这个快捷键了。所以当你按了 F8 一次之后，所有的这个动画的播放你都按空格键就可以再播放了就比较方便，就不要每次都按 F8 了，因为 F8 离键盘还有点远。那么线性呢就是这样的，没有缓入缓出的，看到它非常的钝，是吧？当你改成缓入缓出的话，它就会有加速减速的过程，比较柔和。还有一种呢，中间这个就是切断的，就直接瞬间弹掉这个位置来还是用缓入缓出就好。我们可以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Dope Sheet。然后呢，现在 Dope Sheet 被拉得太长了，你可以拉这里左右拖动就可以位移它，然后呢左右拉拖动这里就可以缩放这个时间轴。然后呢，我们把它挪过来，把地理把它对好这个位置。好了，我们这节课呢不涉及动画曲线，如果对动画曲线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看 Momento 的动态设计公开课，里面详细讲解了动态曲线的运作。好，现在我们小锤子有移动动画了，我们还需要一个锤子的这样子旋转来锤的动画。那么这里我们该怎么制作呢？我们把这个关闭，我们选中小锤锤。按锤动画的话，一般是这种旋转，对吧？但现在呢，它的旋转的坐标轴中心它是这个位置，我们要把它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直接选中小锤锤，然后点击一下修改坐标轴工具，然后再用移动工具把它原来坐标轴呢移动到这里来。好，移动好以后，把这个取消掉，发现瞬间就弹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坐标轴改变了，之前关键帧所记录的位置是咱们坐标轴的位置所以坐标轴位置改变了，所以你的小锤锤的这个就会被跳过去。那么怎么还原呢？千万不要直接拖过来是没有用的，它还是会跳到那里去，因为你关键帧是记录的不是那个位置。你有种办法，第一种就是重新修改关键帧，比如说把这个东西挪这里来，再点一下关键帧覆盖一下，然后找到第二次帧，再挪到这里来，再覆盖一下这样的话就形成正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给他们再加一个动画，就是这个旋转的动画。那一开始是这样子，然后再砸下来，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旋转是哪个轴的，发现是这个地方。好，那么首先它挪到要接近我们的这个地处的时候，接近之前，把我们的这个地方抬起来。这里大家要注意了，如果你直接把它抬起来，记录关键帧的话，你之前的状态也是抬起来的，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是让它接近到这里的时候再抬起来。所以在抬起来之前呢，我们还需要它的关键帧是原来这些关键帧0，所以这就2个关键帧，一开始到这里还是保持着它不抬起来，然后呢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再抬起来，然后到顶的时候我们再让它砸下去，再记录一下。好，我们记录了3个关键帧，播放一下，是吧？这样就砸过去了。你看键盘上的 Shift 加 F3 把它整个调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位移的关键帧，也有旋转的关键帧了。展开，那么记录了3个关键帧，一开始呢都保持是正常的，是0的角度，然后呢，旋转这个44度抬起来了，然后再砸下去。当你这个是可以操控的，比如说我可以挪过来一点，我要它到第6帧的时候就马上抬起来，然后再砸下去。F8 播放一下。所以说咱们通过动画窗格调整我们的时间是非常方便的。调整完以后，再看一下行不行，自不自然，这位置都可以挪。那么这一个简单的砸的动画就完成了。
比较新手的同学呢，就可以直接做到这里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会演示这个锤子去砸其他的地鼠啊。想跟着完成的同学可以一起跟着完成，就是这部分比较耐心，因为它关键帧会比较多，会看得比较晕。好，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位移动画，那我们比如说到第4帧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锤子挪动到这里来，去敲这个地鼠。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要看清楚了。我们如果挪动的时候，我们看它的数值是在哪个轴在动，可以看到 Y 和 Z 都进行了位移，都有数值的改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锤子它是个斜的，它是斜的话，它就需要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同时有数值的改变。那么这里我们就好办了，我们直接在第20帧的时候，你就把原来这2个都记录好关键帧，再到第4帧的时候，挪到这来，把这样关键帧再打上。但是我建议大家方便把之前的关键帧都给打上就好了，把之前的关键帧也打上，虽然它没有任何变化，你也打上一个，把它记录一下。第40帧有了呢，然后我们再挪动到，就是加20帧嘛，第60帧，我们看哪一个地鼠要被打，它好吧，打它。那么我们移动到这里来，打它，好，你就全部都把它记录就好了啊，因为它这个位置它比较它是在三维空间里的啊，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更直接。再到第80帧。看哪个地鼠想被打，它好吧，把它挪到这里来打它，记录一下。然后呢，再挪到第100帧，看哪个地鼠要被打，它好吧，再打它，再记录一下。把它缩一下，挪动到第120帧，打哪个地鼠？打它。好，最后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循环动画，那么把它最开始是在这里，对吧？我们然后到第150帧，把它挪回来，好。现在我们播放一下，看到一个问题啊。它这个怎么是打弧的呢？怎么是个弧形运动呢？我想让它这样的直线的走。弧形运动原因是在于它使用了缓入缓出，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弧形运动了。那么我这里该怎么解决呢？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运动这里选中，按住 Ctrl 拖出一份新的，按住 Ctrl 拖出一份新的，也就是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一下，然后再走。然后你可以把它这里简单挪一下，是吧？稍微把它平均化一点。也就是说，这2个动画之间是不会形成动画，它会在这里停顿一下，因为这2个帧是数值是一样的，可以吗？这样去挪一下，再看一下，停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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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这样就是对的了。这个位移动画呢完成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增加我们的瞎锤的动画啊。我们这个锤动画这里已经有了啊，这部分就是锤，对吧？旋转在 rotation 这里，我们直接复制，按住 Ctrl 可以直接拖出来一份到这里来，那么就复制了一个，是吧？就复制到这里来了。我们按住 Ctrl 拖对齐，拖按住 Ctrl 拖动，按住 Ctrl 拖动。好，那么它就锤，是吧？这样子锤的动画就完成了。你还可以按住 Ctrl 再拖出一份，到这里再锤一下。那么我们这个打地鼠动画呢就这样完成了。估计每个人做的这个打地鼠的路径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地鼠弹起来的是靠复印噪波所控制的，你的复印噪波呢可能跟我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整体的制作思路呢应该是一致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记录了这么多关键帧但是还是蛮有规律的。下方 rotation 呢旋转都是做这个敲击的动作，而上方 position 位移都是我们的移动的动作，这还是蛮清楚的。凡是
这一块就是打一下，这一块就是打一下，打一下，打一下，打一下。好，其实呢，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更简便的办法，但这个简便办法比较进阶啊，这里就不要求大家掌握，大家可以看我演示一遍啊，因为我觉得不演示有点可惜了。那这里呢，我就残忍的把刚才所做的全部删掉，直接选中所有的关键帧，按 Delete 键就全没了啊，就没有动画了，可惜。那么把我们的小锤锤呢，还是挪到最开始的位置。好，这里呢，我们小锤锤，我们只需要每次记录一次关键帧即可，不要那么多关键帧。一开始是在这里啊，一开始是在这个地方，3个都一起记录。然后呢，到第20帧，它在这里打这个地数啊，3个都一起记录。到第40帧啊，可能打这个地数，3个都一起记录啊。第60帧打这个地数，都记录，重复工作就好了。第80帧可能打这个地数，都记录一下。第100帧看哪个打它吧。我就不做那么多哦，120帧，我只做180帧好吧，然后再回来。然后呢，如果你只做180帧的话，你要把这150帧改成120即可。好，播放一下，它还是一个这样子的，就这样的位移的动画。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个垂击的动画。我们到第14帧的时候记录一下，然后呢，到第17帧的时候让它抬起来，跟之前一模一样。然后到第20帧的时候砸下去，是吧？按 Shift 加 F3，我们把这一个呢，直接这个垂击动画按住 Ctrl， 分别复制到其他的位移的最终的末尾。你做好了以后，你播放起来，发现看上去还行，但是还是有这种弧形运动，有点不太对。然后呢，我们把所有的动画呀选择这个模式，就是瞬间弹动的，点一下，它就会瞬间移动到这里来，中间就没有任何这个补件动画了，所以看上去呢就卡卡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形成补件动画呢？我们这里可以使用之前用的那个 Delay 效果器。这个 Delay 效果器呢，我们做出来地鼠向上弹的动画的补件。其实这个运动的补件也可以用 Delay 效果器来制作。那怎么制作呢？我们现在小锤锤是没法使用效果器的，怎么让我们的这个小锤锤这个物体也使用效果器呢？我们这里要新引入一个生成器，在 MoGraph 里面有个叫 Fracture 分裂，点一下。那分裂是什么呢？它能把你的物件打散，而且呢，它也能整合你的物件。我们使用 Fracture 把我们的小锤锤丢到 Fracture 里面去。当丢了以后，Fracture 里面就可以放效果器。我们新建一个Delay 效果器，我们把 Delay 效果器呢丢到 Fracture 的这个效果器里面，再播放一下，发现直接加就形成我们的补件动画了。而且这个补件动画呢是很均衡的，每个补件动画都是一样的，看见吗？很均衡的，咚咚咚，加速减速一模一样。所以用这个 Delay 效果器呢，也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啊。像这个案例的话，1-2分钟就做完了，就按这个办法。所以这里给大家用了一个进阶的办法，把你的物体封装成一个 Fracture 物体 ，Fracture 物体就可以增加效果器。那么这个功能呢，不需要大家掌握，大家看一下就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的重点。那么这一课就是完整的来看了一下 CD 的动画模块。我们首先制造了 FPS 的概念，也就是每秒所含的图片数量，一般来说是25，也就是说1秒涵盖25张图或25帧，常见的有1秒30帧、1秒24帧。然后制造动画窗格，按快捷键 Shift 加 F3可以打开动画窗格。然后动画窗格有2种模式，第一个叫 Dope Sheet。Dope Sheet 呢，就是以方块的方式来准确看你的关键帧什么位置。还有 F-Curve 模式 ，F-Curve 呢就是以曲线的方式来看里面的动画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加速减速来运行的。那么动画窗格的操作呢，可以在动画窗的右上角这2个，这个是移动，这个是缩放。当然你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点滚轮，也可以尝试去缩放。而且呢，按快捷键 H 能把你超出这个窗口之外的关键帧全部都归位在你的窗口里面。
我们还知道关键帧该怎么登记啊？点一下你的任何一个参数，右边有这个灰色点，点一下就登记了一次关键帧。当然，你要覆盖关键帧的话，必须要把你的这个时间轴拖多到你登记的关键帧的那一帧，然后你的关键帧就会变成一个黄色，然后再点一下就能复写关键帧。这个代替下 ，CD 会给所有添加的关键帧的动画都会增加缓入缓出，都会增加这样子的平滑的曲线。所以大家在做动画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不需要缓入缓出，这时候你就把它给消掉啊，因为每次 CD 都会默认给你增加。那么我们还了解了一些常见的曲线模式啊，这3个，一个是线性的，就是没有缓入缓出的，就是直线；还有我们默认给的就是缓入缓出的啊，曲线的；还有中间是这种折线的，就是动画能瞬间跳跃到那一边去。最后呢，我们用 Fracture 这个新的生成器，它可以封装物体，封装物体以后呢，那个物体就可以增加效果器了。比如说我们这里用 Delay 效果器影响了我们封装下的物体的动画运动，这是一个比较进阶的办法。Hello， 这是小眼 Zeo。这一课呢，我们来渲染一下我们的可爱小地鼠。我们首先呢，新建一个地面 Plan， 我们找到地面的参数，把地面调大一点，33啊，3万的地面，把它挪到我们的画面中下面作为一个地板。然后呢，我们设置一下画幅，点设置，首先把渲染器从 Standard 改成 Pre-render。然后呢，我们这个画幅可以，你可以是就按默认的180×720，或者呢，你可以使用稍微大一点，比如说1920×1440啊，是一个方一点的。然后我们点击设置一个摄像机，进入摄像机里面，我们首先把摄像机的焦距改成300，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用的是36，看到这里有一些畸变呢，像我们这个物体四四方方的，最好呈现出来是非常正的，所以你改成300。然后呢，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鼠标右键拖动，往回拖，这样能快速的把它归回来。当然你可以按滚轮滚回来，就滚轮有点慢，可以吗？有点慢。滚到画面中间，差不多。看到这个四四方方的，但大家看到一个错误啊，就说怎么出现这种这样子造波样的错误？这是因为你按 Ctrl 加 D 调出我们的项目设置，它这里有一个预览的剪切，也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物体可能太大了，它预览了自动把你一些东西把它切掉了，所以你可以把它的中等改成 huge 巨大，那么它就显示所有的了。当然，如果你改成 tiny 的话，就看不见了啊，因为 tiny 的话，它把你的东西都切掉了，所以你遇到这个问题呢，你把它改成巨大 huge 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我们的 Pre-render 的渲染窗口调出来，点 Layout 里面的渲染是这样设置的，你不点也可以啊。因为这个设置的话，你这边可以自如操控摄像机，而这边摄像机是定住的，可以看到渲染结果。然后呢，我们把摄像机保护一下，右击，然后找到 Rig Index 里面 Protection， 那么这边呢就锁住了，就不会被调整了。好的，然后呢，我们再入一下 Pre-render， 点击 Pre-render Start Pre-render。好，我们看到有很奇怪的这样的错误啊，这个错误其实是跟那个 View Clipping 是一样的 ，Pre-render 的渲染器不是很完善，它也会有这样子的 View Clipping 的问题。但一般渲染器是不会有的，所以大家放心。所以这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整体场景整体缩小。但其他渲染器是不需要这一步的，所以我们选中场景把这个锁也给删掉，全部选中，然后 Alt 加 G 打组，我们要把整体这个东西全部缩小。你可以直接选择刚刚打组的，找到 Coordinates， 把全部缩成 0.1。让我们找到我们缩小的那个物体。好，看到当你整体缩小以后，那个问题就没有了，对吧？我们再打开，再把这个组拖出来，把刚才这个组给删掉，这样就可以了。需要一个这样繁琐的步骤。首先要做这个画面的话，主要是它的颜色。我们这里呢就使用2种颜色，第一种呢我们用一种绿色，第二个呢我们用一个偏黄的棕色，这2种颜色来搭配我们的画面，因为地鼠也是属于棕色系的，对吧？然后周围这些东西我们都用绿色。首先我们新建一个绿色的物体，我可以新建一个Node Material。把这个 Node Material 呢，我们先上在我们的这个机子上面，是我们双击。其实我们就改颜色就好了没有特别多的操作。我们找到这个颜色，我们这里呢用一个比较浅的绿色。先这么上，等会还可以微调，然后把这个呢也上到这个上面，
然后呢，我们再按 Ctrl 拖出一份新的，我们用一个深的绿色双击它，把这个改深一点。把深的绿色呢，我们上到这个条子上面，这绿色会有一点层次啊，这个深的绿色。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两种绿色的反射度都提高一点啊，把它做的像金属一点，现在有点太像塑料了。这里找到它的 IOR， 我们可以改成 3.5， 下面这个也改成 3.5， 找到 IOR 3.5。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两个金属的反射颜色也改成绿色。我们找到这一个它的反射颜色 Spectral Color 也可以把它摆的偏绿一点。把这个也是。然后呢，我们这个绿色呢还上什么位置呢？比如说这个机子，我们也可以上个绿色啊，把这个绿色上到这个机子这里。然后呢，我们地面也可以上这种比较淡的绿色，我们可以按住 Ctrl 拖出一份新的，把这个叫地面，把它上到地面上。当然，这个地面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点反射度，双击它。我们找它的reference， 比如改成40%，看一下，40可能就太多了，还是默认的20%，然后把前面这两种的反射度减弱点，比如说只有5%，这点也是。好，那前面两个呢是5%，地面的是20%或者10%吧，15%。接下来我们再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棕色，我们可以直接拖出一份，按住 Ctrl 拖出一份新的，我们双击它。我们这个棕色呢，首先把它的 base color 把它改棕一点。然后它的反射颜色呢，稍微改的也偏棕色一点。好，这可能颜色不够深了。反射颜色也稍微再偏棕一点，偏暗一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一个棕色的颜色呢，我们把它上到我们的这些小细节上，比如说这里，然后还有这些条纹，这些地方。这些小圈圈。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棕色的 IOR 提高一点，让它变得更加反射，那种比较贵族的感觉，是吧？然后找到这个棕色，找到它的 IOR preset 展开，比如说改成4.5，再反射一点。然后呢，这个棕色可能有点不够深，再改深一点。这个反射的颜色也是。颜色可能要偏红一点吧。偏红一点，这个颜色偏红一点，先微调，好，差不太多。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按住 Ctrl 拖出一份新的，直接双击它，把这个颜色改成黑色偏黑一点的颜色，偏黑一点，这就是白色。把这个黑一点的作为我们的这个部分上到这里来。当然，这个颜色呢，我可以再给黑一点。然后它的 IOR 反射度呢，可以少一点，比如说1.3，对，这就变黑了。我们可以把这个 roughness 提高一点，找它 roughness 把它改25%。然后这块区域呢，我们也上个金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完善我们的小地鼠了。我们地鼠的话，其实是一种肉色的东西，那它还有点透光，对吧？肉一样的能透光，像小火腿肠一样的。我们这里呢可以直接按住 Ctrl， 也是拖出来一份，这样就快一点，不需要每次要去新建了。我们把这个叫做地鼠，我们双击它，首先把颜色改一下。那么地鼠呢，它的反射颜色呢其实就是白色，没有其他
多余的颜色。主要是它的这个颜色呢，它是一种地鼠色。把它的 IOR 稍微改低一点，1.3。这地鼠色的颜色可能还不够，再偏。可能还有点偏红一点。我们首先把这个地鼠颜色呢上到我们地鼠上，因为我们地鼠是有3个的，所以你这个上地鼠的时候都要上上去。哎，这个也得上，这个也得上。现在这个地鼠有点像，泥巴这个颜色，所以把这个颜色呢可以稍微再调一下，偏淡一点，是吧？然后呢，我们让这地鼠透光，光能透进来，所以我们找到地鼠的，scattering strength 我们在软糖那节课也做过了。其实我们地鼠其实就是跟软糖一样的，有点透光，把这个稍微调高点试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把parameter 这个透光的设置调一下。现在呢，把设置调高点，比如说12 ，offline 也调成12，好，减弱一点点。现在它这个比较暗呢，是因为光的关系。我们这里还没有新建灯光的啊。那么这里呢，新建一个天空。那上天空的这个材质呢，还是前那个材质。我们首先创建一个 PBR， 双击它，关闭，加载一个天空，加载还是这个 backlight 这个天空。然后把这个材质呢丢到我们的天空上。我们首先把这个天空的颜色搞亮，曝光改成2，2太改成1吧。然后再简单旋转一下咱们天空，先旋转一个角度。好，所以这个角度还不错，-50、-32，大家可以复制我的这个参数，看到光是从这个方向射进来的。好，可以把这个稍微再减弱一点，这个亮度0.5。然后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地鼠稍微再搞亮一点，现在有点太黑了。因为我们加了这个 scattering 是吧？加了3S 效果，稍微再减弱点是这个 scattering。我们地鼠这里搞亮一点，稍微调高一点。好，先这样，等会我们再回来再调。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地鼠这些其他地方材质上好。首先它是眼睛材质，它眼睛呢其实就是黑色的，对吧？我们可以按住 Ctrl 拖出来一份，双击它，把这黑色呢搞得更黑一点。更黑一点，我们作为眼睛，直接上到眼睛上面，这样子直接上就好了。这里眉毛，还有这里有个小眉毛，上去。这里眼睛，这里还出汗是吧？这还有一个小汗点，上去。这里也是的。眼睛上好以后呢，接着我们再上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带子，这个带子也是蛮简单的。我们用一个黄色的带子吧，把这黑的拖出来一份，双击它，把这颜色改成偏黄的颜色。好，把这黄的颜色呢作为放这个带子上面。然后呢，咱们还有一个这样探照灯。探照灯的话，外边缘其实是一个不锈钢的，我们做一个不锈钢就好了。其实这个不锈钢就跟我们的闹钟那节课是一样的，按住 Ctrl 拖出一份。那不锈钢大家还记不记得？首先它是没有颜色的，是吧？然后呢，它的 IOR 是8，也就是最高，就有了。我们把这个不锈钢呢拖到我们的地鼠的探照灯的这上面。拖是要拖中到位置啊，就是有时候可能不好拖。还有这个，这不锈钢拖好以后呢，接着我们这个探照灯的本身，你就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它受光的影响特别白。那么我们地鼠还是鼻子是黑的，我们再把这黑拖到鼻子上，
就有时候你可能拖的时候没有效果啊，比如说像我这样子拖了半天没效果，你就找到你的地鼠，展开看它的鼻子是哪个地方，嘴部看是哪一个是这一个，你把它拖到上面来，变黑了。然后你可以，因为我们建模建的名字都是一样的，你可以选中这个名字 ，Ctrl 加 C 复制一下，然后点查找 ，Ctrl 加 V 把这全部查找到，按住 Ctrl 拖出来。好，这样的话你的所有的鼻子都上了这个黑色，因为这个是比较快的办法不然的话你得一个人去找。然后呢，包括它的这个小嘟嘟嘴也是的，现在这种嘟嘟嘴啊，其实是一种偏粉红色的肉色。那么把这个地鼠肉色还是拖出来，我们把这个叫地鼠，我们叫嘴巴，我们双击。那么这种粉红色的颜色呢，我们把颜色搞得偏粉红色一点，这种肉色的嘟嘟嘴，差不多。好，我们再把这一个呢放到我们的这两个嘴巴这里。好，不过方法也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还是随便找一个，找到它的嘴部是吧？把这个拖一下，看上的位置是不是对的？是对的，是叫这个名字。你双击它 ，Ctrl 加C 复制，然后点搜索 ，Ctrl 加 V 找到所有的，按住 Ctrl 拖出来一份，好，这样的话就全部都上了这一个嘟嘟嘴了。还有它的什么没有上呢？牙齿本来就是白的。还有它这个嘴张开的这个内部是吧？这个嘴张开，这个内部有个舌头。好，我们再找一下。好，看是哪一个地鼠，我们把这关掉，看是哪一个地鼠舌头张开了。是这个，是2号地鼠。好，我们展开，在2号地鼠里面，我们找一下它那个嘴部里面的舌头。看是在哪里？是这个。那么把嘴巴放到我们这上面，好，那么它舌头里面呢也有我们的颜色了，那么这个地鼠的整体的材质也就上好了。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某某层的商标那么这个商标呢，你也可以上我们这个嘴巴这个颜色，你点一下我们商标，找到我们商标的位置，在设备这个里面一个 MoTeX 的文件，再拖到这里来。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我们的木锤子了，我们这里就新建一个新的 Node 节点。我们把新的 Node 节点呢，我们上到木锤子上面在这里，我们双击它，我们用一个图片节点 image 把它拖出来，直接上一个我给大家提供好的这个木纹就好了。点一下，点3个点，一张这样子的木纹材质，双击，把它输入到颜色里面。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有个问题当你加进去以后，这个木纹它显示不是很清楚，这是因为木纹缩放太多了。我们找到这个木纹材质，把它投射方式呢改成 cubic， 然后呢把它们这个缩放要把它再拉大一点，现在1它看不太见，我们可以改成 0.1。改了以后，有些木纹的结构上面出现了，上面有这种黑点什么的这样会变得更加细致。最后呢，我们再微调一下我们的灯光，现在这边是过曝了，我们再微调一下。找我们的天空，稍微旋转一下，好，差不多改成这样子，这样比较柔和。大家可以复制我这个角度，负62和负29，看到这边也看得到，也没那么过曝了主要是把这过曝给解决掉。接下来我们其实就可以渲染了那么看到动画呢，它是0到141帧，对吧？我们首先可以不渲染所有的，我们只渲染1帧。我们先调个色看一下。好，我们首先点设置。然后呢，我们点 Output 呢，我们选择当前帧，就渲染当前的这一帧。然后我们找到 Parameter， 找到 Offline 设置，它迭代次数可以迭代高一点，比如说300。好，我们随便找个位置是 PNG 格式。找到基础课，我们之前创建的地鼠，我们这里新建一个渲染输出，我们这个叫地鼠01，然后再画一杠 test， 代表测试 ，test 就是测试的英文，你帮我打中文也是 OK 的。然后呢，我们再点一下渲染，先看一下调色，花了2分钟渲染好一帧，我们点下调色 filter， 把它打开，我们先调个色，调到满意，我们再进行最后动画渲染。首先我们把对比度稍微拉一下，亮一点，饱和度稍微拉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去把我们的颜色稍微调一下，比如说现在它这个地鼠想让它再偏红一点，这样的话就会更加有比较通透的感觉。我会拉一下红色，往上拉一点点，这样的话就会有点比较通透的感觉。这里的对比度可以再调一点，25。然后你觉得这样子可以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再进行动画渲染。动画渲染该怎么设置呢？点关闭。我们首先点设置，找到输出。输出的话，你的动画是从第几帧到几帧？现在是第0帧到141，我们就从第0帧，然后到141，是吧？然后点保存，你可以保存为序列帧，但是你需要后期软件把它转换成视频。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不保存序列帧了，我们直接打开，直接保存 MP4 格式。里面 MP4 的话，保存 AVI 也是可以的，我直接保存 MP4 格式。然后呢，我们找个位置，叫地鼠。然后呢，我们直接点这里输出就好了。我还是建议呢晚上的时候输出，因为每一帧大概要3-4分钟。现在有100多帧的话，3-4分钟的话，每一帧的话也得要个7-8个小时。所以我建议大家挂着晚上渲染，或者呢把输出的这个分辨率改低一点。比如说我现在分辨率改成1280×960也可以。然后在 Pro-render 的这个迭代次数改少一点，比如说改成200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再去输出它。好的，我们回顾一下这一课的重点。我们这一课除开巩固了整个渲染流程以外呢，我们还了解到一个新的问题，叫 View Clipping 问题。就是说，当你的预览窗口发现出现这样子错误，或者呢，你发现你预览的时候里面的东西少了，这说明你的这个预览的里面的内容可能太大了，导致了它预览窗口把一些东西给省略掉了，或者剪切掉了。所以我们需要按住 Ctrl+D， 找到我们的 View Clipping 这个参数，然后把 View Clipping 呢按照情况调成最小或者调成最大。那么什么时候调最小呢？就是说当你的摄像机离物体太近了，导致你的物体被切掉了，那你就把它调最小。如果你的摄像机物体离你的物体太远了，把你物体切掉了，你就调最大你可以把这个几个值互相调一下，把你的东西完全显示出来就行。那么我们还知道了渲染序列帧或者视频，我们渲染的时候需要把我们的帧的范围改成你的动画的范围。我们这里呢是0到140，那么你就改成从0到140这样输出的话，它才不会是1帧，而是141帧。我们完善了这一个案例以后，我们了解到了做一个完整的视频是什么流程，对吧？我们从简单的建模到场景搭建，然后再把动画做出来，最后呢再把这个画面渲染出来，最后再输出成动画，一个这样子的完整的简单动画流程，大家应该是清楚了。